咦，这里竟然有一株珍稀草药。妈，蛇毒危急，我已经联系救援直升机了，马上就到，您撑住！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这是我家祖传的蛇伤药，他这情况再拖5分钟堵了气道就救不回来了。荒山野岭的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元川，让他试试，我信这孩子没恶意。你动手啊！我妈要是有半点闪失，你别想活着走出这条山谷。妈，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喉咙不堵了，喘气也顺了。小兄弟，刚才是我鲁莽了，多谢你出手救我母亲。不用谢，祖上传的方子本来就是救人的，我就是搭把手。你懂变药，还做了笔记，怎么没在学校念书？我爸去年没了，我妈上个月也病倒了，家里欠了一堆外债，我得采药还债，还得照顾我妈。这卡里的钱够给你母亲治病，也够你把书念完。你这份家传的医术不该埋没在深山里，拿着钱回学校去。不行，我不能拿您的钱，救您也不是为了图报酬。孩子，这不是酬劳，是我惜才。你母亲治病要钱，你读书也要钱。山里日子难，别硬撑着这份心气。可是这么多钱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上。我们不求你还，你把这份心思用在学医上，将来能救更多人，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。谢谢阿姨。我是宛川药业董事长苏婉，这名片上有公司地址，以后遇上任何难处，随时来省城找我们。直升机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孩子，好好读书，别放弃。我们等着看你闯出自己的天地。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，这份恩情，我林晨记一辈子。苏婉怎么也没想到，今天这举手之劳，将来会把宛川药业从灭顶之灾里拉回来。就林晨家那烂摊子，还想读书跳出农门？我看纯属白费功夫。真当城里好心人会管他一辈子？不过是人家一时兴起赏口饭罢了。山里娃的命早就定死了，最后还得乖乖回山里刨食，爹死娘病的，这书能不能读都难说。我一定要走出这座大山，不光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妈，也为了对得起苏阿姨那份信任。妈给你煮了10个鸡蛋，路上垫肚子啊。到了学校好好念书，别惦记家里，妈的病好多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知道。去吧，你出息了，妈这辈子就有指望了。靠着苏婉那笔资助，我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。毕业后，我进了业内顶尖的康臣医药做研发。苏婉的恩情我一直记着，我要把改良了3年的药材提取配方亲手送到苏阿姨面前，以报答她的恩情。李总监，这是我改良的低温提取工艺项目书，能把药材出药率提高30%。我想参加和宛川药业的合作项目。出药量提高30%，林晨，你造假造到研发中心来了。李总监，我没有造假，完整的实验数据、专利受理通知书我都带来了，您过目一下再下结论。你一个山里来的泥腿子，能在这儿端茶递水混口饭就不错了，还想蹭宛川药业的合作项目，做梦！这是专利局的工艺受理通知书，327组对照实验，每一组数据都可追溯干查，再评判完我有没有资格。你有完没完？山里出来的能搞出什么名堂？拿一堆破纸在这糊弄谁呢？我再说一遍，滚出去！吵什么？张主任，林晨不知从哪儿捣鼓了堆数据，张口就出药率能提30%，死缠烂打要参加宛川的合作项目，我教育他呢。
低温提取工艺出药率提升30%，这些数据都是你一个人跑的？是，前后验证了3年，重复实验没有偏差。李总监，专利局受理的项目，你说人家造假，这样的人才你往外推，你这双眼睛是不是瞎了？这是我看走眼了，小林啊，对不住。道歉不必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要参加和宛川药业的合作项目。好，有你这份工艺打底，我们和宛川的合作稳了。我和宛川那边打个招呼，你现在就带着核心研发去谈合作。6年了，从青山谷到研发中心，我终于能堂堂正正站到苏阿姨面前。这份改良工艺，就是我给她的第一份谢礼。苏总，我们这套新工艺能将成本压缩30%，产能直接翻倍。放眼整个行业，没有第2家能做到。核心数据我看过了，我只问一个问题：药做出来有效期能有多久？这个您放心，常温存储1年绝对没问题。这套工艺有问题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是康辰研发中心的研发人员，过来对接新工艺合作。我发现你最后一道工序有重大缺陷，必须说清楚。最后一步省了低温固化，改用高温烘干。这道工序一动，做出来的药放不了半年就会变质，有效成分能掉1半。放不了半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套工艺我带着团队做了2年，你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过的人，张嘴就说有问题。跟我有没有名没关系，跟数据有关系。高温烘干会直接破坏药材活性，半年药效剩不到60%，病人吃了等于白吃。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会议室了？我经手项目比你吃过的饭都多，你这种愣头青我见多了，识相的赶紧滚出去！经验多，跟数据错了是2回事。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说我数据错了，行，哪里错了你说出来。说不出来，我让你在这个圈子待不下去。45度加速环境下放28天，你的药有效成分分解了17%，换算成常温，药效就剩个空壳，病人吃了肯定没用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的工艺经过3轮放大实验，绝不可能出这种问题。你张嘴就说我工艺有问题，你知道这套工艺值多少钱吗？知道背后是多少人的心血吗？不管值多少钱，少了低温固化这道手续，药效就是稳不住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一个毛头小子跑来教我怎么制药，研发中心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周工，低温固化是行业常规工序，你为什么省？苏总，这不是为了赶工期压成本吗？低温固化多耗3天，整条台的产能都得往下掉。这不等于变相承认了偷工减料吗？既然你能精准找出漏洞，那你有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，既能保住药效，又不至于太影响成本？苏总，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研发人员能有什么方案？纯粹哗众取宠。我有改进方案，不用全流程低温，只在烘干前加一道降温固化，药效稳定性提升30%，常温放1年半都达标。口说无凭，隔壁就是实验室，你敢不敢当场做一组小事，让大家亲眼验证？好，你现在就做，要是做不成，就立刻滚，永远别碰药材研发这一行。可以，要是成了呢？成了，我就不信你能成。10分钟就出结果，数据要是对不上，你今天别想痛快离开。数据不会骗人，等着看就行。有效成分保留率92.3%，长期稳定性预测达标，预计常温保质期18个月。真达标了，成本只涨1个点，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不可能！同样的药材，你凭什么把药效锁得这么稳？你那套省了关键的梯度降温，药材里的苷类成分自然留不住，分阶段缓慢降温，活性成分就锁住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周工，同一批药材，你的方案药效保留不到60%，他的方案超过90%，这不是技术问题，是态度问题。苏总，这可能是实验误差。数据就在这里，误差不误差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
宛川跟你们公司的合作，我看需要重新评估。你一个小研究员，凭什么阻拦我跟宛川的合作？你知道这套工艺花了我多少心血吗？周公，我问你一句，一道工序省下来的那点成本，够不够赔日后消费者吃出问题的损失？我们走着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凌晨。凌晨，你是青山谷那个采药少年？您还记得我？当然，你果然没歪没自己的天赋。凌晨，我代表宛川药业正式聘请你出任新药项目研发总监，薪资职位随你提，新药的研发方向我全权交给你。苏总，我不要特殊待遇。10年前您帮我度过了最难的关，这份改良工艺是我还的恩。好，那我就公事公办。欢迎加入宛川。远川，这就是当年我们资助的凌晨，他改良的固化工艺解决了新药稳定性的难题。我准备让他全权负责新药项目。欢迎加入宛川。这是宛川接下来的主推新药，从今天起你全权负责，要人给人，要设备给设备，宛川所有资源向你倾斜。合同你过目。研发总监职位，薪资和分红都写清楚，有异议现在提。职位我接，薪资按普通研发员标准发就行。凌晨，你拿出的数据值这个价的1000倍。10年前你们救我的时候，也没跟我算过钱。这套工艺是我还的恩，不是买卖。好，随你，但记住，研发上要任何资源直接找我，不用走流程。瞧见没？苏总和顾总亲自送出来，一个山里来的泥腿子，不知道给苏总灌了什么迷魂汤。急什么？靠运气爬上来的，摔下来才叫好看。你们是在说我吗？怎么，林总监有意见？那我再说一遍，你那套工艺哪儿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撞大运捡了个便宜，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等上了生产线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。人家现在是苏总面前的红人，说话小心点，小心给你穿小鞋。说完了？没说完又怎么样？你说我运气好，我在实验室做了6年，数据都有原始记录。你说我捡现成的，哪位前人的成果？报个名字出来。说不出来，那就闭嘴。不服气，随时来实验室。我当着你们的面再做一遍试验。你狂什么？他狂，凭的是真数据；你们酸，凭的是一张嘴。苏总，是我们眼红。林总监，刚才是我嘴贱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该背后乱说话。凌晨拿得出实测数据，过得了药监局检测，拿得到专利受理。你们除了嚼舌根，拿出过什么？宛川选人只看本事，谁有技术谁上，不服就拿数据说法。背后嚼舌根的事儿，再让我听到一次，直接走人。是，记住了。林总监，以后有事儿尽管吩咐。别把这种跳梁小丑放在心上，你的能力我们信得过。我明白。山里出来的怎么了？我爷爷教我的本事不比任何人差。说得好，明天正式报道。独立实验室核心团队全由你调，有任何需求直接提。新药全权交给你，宛川上下全力配合。好，我绝不辜负2位信任。凌晨那小子当上研发总监了，你知道吧？听说了。周公，您找我是？他是来抢你我饭碗的。新药一成，你这个宛川的研发主管也就到头了。想办法拖住他。资料能拖就拖，数据能卡就卡，让他干不成事儿。这点钱你先拿着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周公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一个山里来的毛头小子，我玩不死他。哟，林总监，来了好几天了，还在看公开文件呢。
合着你来宛川就是混日子的？李主管，项目生产记录和药材检测报告什么时候给我？急什么？核心数据哪能随便调？你先把公开材料看熟了再说。没有原始数据，我没法做工艺优化。你是项目主管，资料在你手里，在我手里不假，但你一个新来的，上来就要核心数据，不合规矩。苏总说过，研发资源我可以直接调，不用走流程。李主管是没收到通知，还是故意卡我？行吧，行吧，我先给你整理一份不涉密的，你先看着，完整资料嘛，走完流程自然给你。怎么，这才几页就卡成了？研发不是耍嘴皮子，连基础条账都看不懂，就别硬撑。第37批、42批，进货单写的是1等药材，检测报告全改成了3等次品，这怎么回事？才来几天就学会挑毛病了？批次有正常差异，你个新人懂什么？正常差异差不出2个品级，低温处理少了1半时间，提纯少了2轮，这不是差异，是偷工减料。林晨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有些事捅破了，对你没好处。偷换药材、偷减工序、伪造降账，你敢做就别怕人说。你胡说什么？林晨，这些资料我刚交给你，你就能查出问题，还做了对比记录，分明就是伪造数据栽赃我。我栽赃你？那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每份检测数据都有涂改痕迹？你说我伪造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些签字日期横跨6个月，旧墨迹发黄，新墨迹还没干透。我半天给你变出半年的旧墨迹。还有这个，系统记录清清楚楚，采购数据半年前就开始被人改。半年前我还没进宛川。李长明，你偷工减料省下的每1分钱都是挺重的，自去坦白，或者我把这些证据全部递到法务部。你敢？林晨，你敢砸我饭碗？今天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儿！住手！宛川研发部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？李长明，你想对林晨做什么？苏总，您别被林晨骗了，这小子栽赃我，伪造资料害我。林晨是我亲自请进来的人，他做事的分寸我比你清楚，有证据就拿出来，没有就闭嘴。我有证据，第1份证据，近半年18批次药材入库单，每页审批签的都是李长光的名字。第2份文件，系统后台日志，数据半年前就被逐条改了，那时候我还没进宛川，不可能是我伪造的。这份日志是我让技术部提前调给林晨的，你觉得也是假的？仓库封存的药样已经在复检，采购流水和供应商回居马上就到。你偷换药材贪了多少钱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就算批次有点偏差，那也是正常误差，供货商那边的问题。偷工减料做出来的药，吃出人命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？苏总，我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是周明远，是他逼我的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机会？你偷工减料的时候，给过吃药的病人机会吗？通知人事部，立刻开除李长明，法务部介入，按职务侵占报案，别想就这么算了。林晨，这么晚叫你过来，是想给你看样宛川压箱底的东西。这是苏家传了3代的古方，专治常年的关节痹痛。现在市面上的药都只能止疼去不了根，这个方子是真能治本的。前后5任研发主管，试了整整10年，市面上所有藤类药材都试过了，全卡在最后这位云岭一藤上。古籍只写了别名和生长在云岭深山，没记具体样貌，实验室没法复原，难怪卡这么久。不瞒你说，竞争对手盛虹也在到处打听这个方子，要是被他们抢先找到这味药，宛川最后一张王牌就没了。但要是咱们做成了，不仅能稳住行业地位，更能让千千万万缠了半辈子病痛的人真正好起来。云岭，我爷爷在世时跟我提过这个地方，也讲过类似的藤本草药。你的意思是你能找到？我带队去一趟云岭，这方子不仅是宛川的根，真做出来能救太多人。需要什么人手、什么物资，全听你调。宛川所有人都等你带着好消息回来。林主管，所有物资都装车了，云岭山路偏，咱们现在出发，天黑前能到山脚下的村子。山里条件苦，大家务必注意安全。
咱们这次去不只是找一味药材，更是为了把那副能治本的古包药做出来。外人不准进山，这是祖上传的规矩。回去。我们是宛川药业的，有正规考察手续。10年前也有人说这话，进山把老藤挖的一颗种都没留。我们不进寨，先在外面扎营。天天在外围绕，正经药苗都没见着几株，1周期限都快过半了。明天我往深处走2里，你们留在营地整理标本。张总说了，全挖干净，一根都别留给宛川的人。好啊，你们果然是来掘我们山根的。收装备，往寨子里撤，快！林主管，后路被冲没了！箱子别要了，命要紧！跟我走，我知道一条小道，再等山塌下来就走不了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帮我们？我叫阿木，我爷爷是村长，他让我来的。山里的雨不认人，总不能看着你们出事。山下基站被雷劈了，整个寨子都没信号，进山的路冲毁了3、4段。你们啊，得在寨子里住些日子了。项目只给了1周期限，这一困，时间就耗掉大半。2间偏方都腾出来了，凑合1碗。这是干毛巾，先擦擦，别冻着。这是山里的驱寒汤，趁热喝了。山里寒气钻骨头，不逼出来，明天腿软的连路都走不了。他的脚要紧吗？阿木敷的是山姜配血藤，睡1晚就能下地。山路没通之前，你们就安心住着，饿不着。麻烦老伯了。10年前进山挖药的人跑走大半，这几年刚缓过来点儿。这雨一冲，再加上前几天还有人偷偷进山乱刨，又毁了70%。林主管，算上今天，咱们只剩3天期限了。公司联系不上咱们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2株不能放一起，左边是大血藤，右边是鸡血藤，药性差得远，混了整筐药都废了。老伯，前几天坡上偷刨药藤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进山是研究古方，做正经药的，不是来挖掘根的。云岭藤分阴阳坡，背阴的节节饱满，药性厚；向阳的药性烈。你要找的古方用的是哪一种？节节饱满的这一种。我还想请教，入药是取整颗节节，还是只取外层表皮？明天卯时，寨口等我，我带你进山认藤。这药膏里加了云岭藤的碎末。对啊，寨子里祖祖辈辈都用它消肿止痛，比城里的药膏还管用。林主管，算上今天只剩2天期限了，公司联系不上，盛红的人还在暗处，咱们先把藤的药性和炮制方法摸清楚，路一通就立刻返程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深山找药成笑话，宛川新药负责人失联，项目疑似烂尾。妈，又有2家经销商要终止合作，说等不到凌晨的消息，不敢再压货。回他们，凌晨正在云岭山攻坚古台药园，项目没有任何问题，谁先撤，后续新药上市就没谁的份额。外面开始传咱们资金链断裂，说核心项目黄了，公司撑不住了，肯定是盛红在背后搞鬼。通讯断了，凌晨他们一定也在想办法。吩咐下去，所有岗位正常运转，别自乱阵脚。
张总，咱们盛虹放出的谣言已经扑遍行业圈了，宛川的经销商乱了一半，股价也掉了2个点。再加一把火，把宛川负责人卷资料跑路的消息放出去。等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咱们再抛出低价收购的方案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安排。什么？妈，谁的电话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张彪今早开了新闻发布会，说他找到云岭益腾，成功复刻了苏家古方，同款关节止痛药已经开始量产复货。不可能，云岭腾只有深山里才有，他怎么可能比我们快？苏总，已经有6家经销商打来电话，说盛虹的药都要上市了，咱们项目迟迟没动静，要求终止合作，退还定金。这群墙头草！古方是苏家传了3代的东西，他偷几株野藤就敢叫复原？3家核心原料供应商也来通知，说要缩减给我们的供货量，优先保障盛虹的订单。经销商那边先稳住，告诉他们宛川的药才是正品，盛虹的是仿品。供应商那边先清点库存，能撑多久撑多久。可是现在凌晨联系不上，我们拿不出正品实锤，没人信啊。苏总，新闻看了吧？你守了10年的方子，我替你做出来了。挖了几株外围的残次藤，凑出个药效3成的残次品，也好意思叫复原古方？好不好不重要，市场信就行。给你3天时间把古方资料卖给我，不然等我的药做出来，你的项目连废纸都不如。他摆明了是想抢在凌晨回来之前生米煮成熟饭。我们必须撑到凌晨回来。妈，有转机，有3家经销商暂缓解约了，说再等1周看看。条件？没提条件，说是昨晚有匿名号发了第三方测评，盛虹那款药根本达不到宣传的效果，就是普通止疼药换了包装。数据很准，和我们早年用普通藤条做的失败批量完全吻合。我查了，投稿是匿名的，但检测手法很专业，不像是外行。谁干的？谁把样品留去第三方的？张总，查不到来源，但现在已经有经销商问药效的事了，还有几家终端药店要求先试卖再结款。苏婉，肯定是他搞的鬼，他自己做不出药，就背地里阴我。也可能是经销商自己测的。现在有2家原料商也犹豫了，怕药出问题担责任。给我压下去！所有通稿全发，就说宛川恶意造谣，自己做不出药就眼红盛虹的成果。再雇一批人去宛川门口闹，就说用了他们的试用药，吃出问题了。可是，宛川的药根本没上市啊！没上市就不能有内部试用药？老百姓只信闹得凶的，闹得越大，越没人信宛川是清白的。还有2天，2天后我亲自带着合同过去，我看他苏婉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苏总，2天了，考虑的怎么样？你看，这就是我做的药，你做不出来，我帮你做出来，把项目和专利申请权卖给我，苏家古方还能留个名字。你这也叫古方药？有效成分连3成都不到，拿次品藤膏凑出来的东西，也好意思叫复原古方？老百姓不懂什么成分，他们只知道盛虹的药上市了，宛川的药连影子都没有。现在经销商大半都倒向我了，供应商也只给我供货。你撑着这个烂摊子，除了赔钱还有什么用？宛川不卖，古方是苏家的，药材是云岭山的，不是你偷几株藤仿个样子就能抢走的。苏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你可以试试，看最后谁能做出让老百姓满意的药品。妈，楼下围了一群人，
举着横幅说用了咱们的试用药吃出问题了，还开着直播。你看，老百姓不信你，你再硬撑，宛川的名声就彻底臭了。老铁们看看啊，宛川的药吃坏人了！我爹用了半个月，腿疼的站不起来了，他们躲在里面不敢出来，黑心企业呀！不是说盛虹才出了古方药吗？宛川也有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偷偷试卖的，吃出问题了不敢认。你可算出来了！你赔我爹的腿，你赔我们医药费。你说你爹用了宛川的关节药，我问你，药叫什么名字？哪个批次？在哪儿买的？有购买记录吗？就叫古方药，你们偷偷卖的，我托人买的内部试用药。各位，宛川的古方药目前还在研发阶段，从未上市，也从未有过任何内部试用药。那盛虹的呢？盛虹说他们的是正品。盛虹的药是不是正品？大家可以等权威检测报告。但宛川的药，至今没有流出过任何样品。你胡说！我爹明明用的就是你们的药，你想赖账？大家看，有人扒出来了，这人是盛虹的临时工，上个月还在盛虹的仓库搬货呢，工牌照片都有。你们胡说！我不是你跑什么？刚才还哭得那么凶，现在怎么不好了？跑了，骗子跑了，拦住他！苏总，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我是来收尾的。张彪，你来了这么多次，每次我的答案都一样，宛川不卖。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我不仅带了合同，还带了好消息。我已经以盛虹的名义提交了古方药的专利申请，批下来，你就算做出了药，也不能上市，否则就是侵权。张彪，你偷了药材还敢抢专利？偷，话可不能乱讲，法律只看谁先提交申请。还有，你研发部那2个老员工昨天已经入职盛虹了，他们跟了苏家10几年，手里的资料可不少，你还能撑多久？靠挖人抢专利做出来的东西，终究是假的。假的又怎么样？等专利下来，假的也是真的。签了，盛虹承担你所有项目损失，宛川的品牌还能保住。不签，等专利批下来，你连生产的资格都没有。拿走！古方是苏家3代人的心血，不是你拿来抢生意的工具。凌晨回来之前，宛川不会倒，我死都不会签。苏婉，你把身家压在一个毛头小子身上，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张彪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这么多天了，一个电话都没有，他根本没把你们当回事儿。你什么都不懂，他答应过我。答应。经销商答应合作，跑了多少？供应商答应供货，断了几家？你现在还信答应这2个字儿？凌晨不回来只有2种可能，跑了，或者死了。跑了的不值钱，死了的更不值钱。你把宛川压在死人身上？张彪，你再周一去试试。他活着早该回来了，他没回来，你们自己品。签了，盛虹承担所有债务，研发团队全员接收。不签，3天以后专利进入公示期，你所有的投入全打水泡。3天之后，你带着专利公示函来。只要宛川还亮着一盏灯，我就不签。行，3天，3天之后，我让你亲眼看着苏家古方改姓。妈，3天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苏总，这2天又有4家经销商正式解约，退回了全部订单。听说盛虹的药已经在周边省市铺货了，走的低价路线，终端药店都愿意推他们的货。他们那药根本没效果，就靠低价抢市场。老百姓不懂成分，只看价格和宣传，
现在外面都传盛虹是古方正宗，咱们是蹭热度的。常规产品线的销量呢，也受影响了。很多药店怕咱们公司出问题，都在减少进货量。照这个速度，下个月现金流就扛不住了。张彪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！先把能变现的库存清一部分，优先保障生产线和员工工资。愿意等的经销商，后续新药上市，给他们优先供货权。好的，苏总。妈，都失联第8天了，山里信号断了这么久，凌晨他不会有事。他从小在山里长大，比谁都熟悉山里的路。他答应过我，要把古方药做出来。他说到，就一定会做到。张总，宛川那边又走了3个老员工，常规药的销量也掉了2成，经销商那边只剩2家还在硬撑。很好，再放一波消息，就说宛川资金链断了，准备裁员卖厂，让剩下的经销商自己慌。明白。对了，张总，山里那边传来消息，路还没通，林晨他们确实困在寨子里出不来，困死在山里才好。等他出来，专利已经是我的了，市场也被我占完了。他带着药材回来，也只能当个卖破烂的。还有2天，2天后我亲自去宛川签合同。哟，这就开始遣散员工了。苏总倒是想得开，提前给自己收拾后路呢。宛川还没到关门的时候。嘴硬没用，等会儿你就知道，你守着的这堆烂摊子到底值几个钱。专利申请已经受理，明天就全网公示。还有你那几家老经销商，今早都跟我签了意向，明天就转投盛虹。银行那边我也打了招呼，你那笔续贷批不下来了。张彪，你背地里耍阴招算什么本事？阴招？商场本来就是胜者为王，我今天来是给你苏家留最后一点体面。苏婉，别撑了，为了一个死在山里的毛头小子，把苏家30年的基业全赔进去，你下去了有脸见你爹吗？我说过，凌晨会回来。别来！山里泥石流，野兽上气，哪样不能要他的命？我看他就是连骨头都烂在云岭山里了。你再敢咒他一句，怎么？我说错了？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就带着药材站出来啊！躲在山里算什么东西？他带着云岭腾回来的那天，你的仿制药、你的抢注专利，全都会变成笑话。好，我等着，等明天专利公示，我看你还怎么嘴硬。到时候要让全行业都知道，宛川就是个笑话。苏总、顾总，楼下堵了3家原料供应商，说咱们欠的货款今天必须结，不然就搬生产线的设备抵债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敢？瞧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墙倒众人推。苏总，你这面子现在连供应商都不买账了。现在签了这份合同，盛虹替你结所有货款，不然等会儿他们冲上来砸东西，宛川这张脸可就彻底丢尽了。你少在这假惺惺！供应商是不是你叫来的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人家是来要自己的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好心给苏总整条活路。你想要的只是古方和宛川的渠道，何必绕这么多弯子？我要的是双赢，你签了字，拿钱脱身，我接盘继续做药，大家都体面。苏总，银行刚发了通知，咱们的账户被冻结了，这个月的员工工资还有生产线的原料钱全都花不出去了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我说了，银行那边打过招呼了，你账户里那点钱连付违约金都不够。苏总，车间来电话说工人听说账户动了，都停下手里的活了，说今天不发工资就集体罢工。苏总，再耗下去不用我动手，你这公司自己就散了。签吧，签了，你带着钱回家养老。宛川的牌子也还没烂，这不比硬撑到破产强？别批人太甚！我这是在救你们。等明天专利公示，宛川连被收购的价值都没有。宛川什么时候给钱？货都供了3个月了，今天拿不到钱，我们就堵在这儿不走了。账户真动了，工资还发得出来，张彪都找上门了。我看公司悬了。林晨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你还在等林晨那个死人？他要是能回来，早就回来了。苏婉，认清现实吧。
抖别抖啊，苏总，签个字有那么难吗？那个姓林的小子早烂在山里了，你还等他回来给你养老送终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苏总，供应商快冲进来了。喂，苏总，我是林晨，我们找到云岭阴坡的好藤了，3天后就到省城。林晨，你找到破药有什么用？药方专利在老子手里，你回来也是个死，老子连你一块收拾。张彪，你那专利掺了多少水分，自己心里清楚。趁这3天给自己找好后路。后路？老子专利在手，渠道在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3天后新品发布会，我要当着全行业的面让你跪着叫爹。走！3天后我要开庆功宴。给我封死林晨所有出山的路，货车全买断，一辆都不准拉。我要让他的药烂在山里，让他爬着来求我。师傅，去省城多少钱？带4箱药材。给再多也不拉，你们走吧。盛虹张总打过招呼了，谁敢拉你们，这一片的活就全丢了。得罪了张总，你们还想出山？林城管，村里有农用拖拉机，能走后山的土路绕出去，就是路颠得很。带上药材，我们从后山走。小子，张总出双倍的价收你这几箱药，10项的就拿钱走人，省得后面吃苦。不拿钱也行，前面的山路刚下过雨，滑得很，万一连人带药翻下山，可别怪我们没提醒。怎么，张彪拿残次藤凑不出药效，急了？给脸不要脸！回去告诉张彪，他买的不是药，是货。另外，坡上你们盗挖的坑还没填，要不要我帮你们报警？滚！林哥，这一下怼得真解气！别耽误时间，装车，我们必须赶上发布会现场。站住！有请柬吗？没有就滚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没有，我来找人。找人？瞧你这一身泥，山里来的吧？里面坐的全是行业大佬，是你这种人能进的？赶紧滚！别在这碍眼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再往前凑，我把你当小偷轰出去！我再说一次，让开！还来劲儿了，给你台阶不下，非要当众丢人是吧？各位瞧瞧，这就是宛川的研发总监林晨，山里来的泥腿子，鞋上还沾着泥，也敢来砸老子的场子！保安，把这闹事的给我打出去，医药费我全包。是不是砸场子？现场对比药材和药效就清楚。张总，你敢吗？比就比，我会怕你？这年轻人有点意思，敢在张彪的地盘上当面叫板。盛虹样品有效成分保留率28%，林晨先生的试验样品有效成分保留率91%。山里随便捣鼓的东西也算数，没有正规生产流程就是野路子三无产品。你用的是阳坡速生的嫩藤，药材本身就不对，再省掉1半低温处理的工期，药效自然只剩30%。你胡说！我做了20年药，轮得到你个山里来的指手画脚？你抢注专利用的那套工艺参数，本身就是偷来的残差版本。专利保护的是原创，不是偷工减料的假货。各位都是药行老行家，是不是真正的古方药膏？上手一试就知道。高亮味醇，这才是正经古方膏。我做了10年药，一上手就知道真假。张总，你上周那批货退货率60%，顾客用了说不管用，天天堵我店门。你拿专利忽悠我们，坑了多少钱你算过吗？退货是你自己没本事卖，关我屁事儿！张总，你这话就不讲理了。
我们10几家经销商进的你的货，家家退货率都高，难道全是我们的问题？专利在老子手里，渠道在老子手里，不跟我合作，你们全得喝西北风。渠道攥得再紧，架不住你卖的是垃圾；专利握得再牢，也架不住你申请的数据全是假的。林总监，我们想拿点试卖装，您通融。张彪太黑了，家家又压货，我们早不想干了。就是我们信您的药效，但就怕张彪报复。他放闲说，谁跟宛川合作就断谁的货。货可以给你们，张彪敢罚你们断你们货，你们就让他来找我。他断你们1条路，宛川给你们铺10条路。谢谢林总监，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。张彪罚了我们双倍违约金，还派人堵在我店门口，拦着不让顾客进门。他还放话，谁敢接宛川的货，就让谁在这行混不下去。我仓库里压了几10万的变质货，他不退不换。这是杀鸡儆猴，手段太下作了。药店我跑了8家，全都找理由推脱，太欺负人了。要不我们也让利亚价，先把客户抢回来。不行，降价就得减料，减料就是砸招牌。苏家的牌子传了上百年，不能毁在我们手里。顾总说的对，货照样给你们，比盛虹低1成，卖是结账，卖不掉全额退，损失算宛川的。林总监，卖不掉还能退，这风险全你们担。对，张彪敢断你们的货，以后宛川全品类给你们独家供货，他卡你们脖子，我给你们松绑。好，有您这句话，我们跟定宛川了。老刘，林主管，您怎么还没走？资料考完了，想去盛虹当研发主管。没有，我就是备份一下资料。想去就去，没人拦你。宛川留得住人，留不住心。林主管，就这么放他走？张彪申请专贩用的就是偷来的数据。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离职礼物，全套错误的工艺参数。张彪拿这些数据申请的专利，从一开始就是废纸。干得好，老刘！你送来的数据我全用在专利上了。等专利一下来，林晨那小子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都是张总栽培，我全听您的，您指哪儿，我打哪儿。张总，又有3家经销商打电话来要解约，说顾客投诉太多，他们顶不住了。解就解，记下这3家的名字，等专利下来，让他们跪着回来求我，到时候供货价翻倍，我看谁还敢跑。张总，那些数据我核对了1晚上，低温处理的时长好像差了好几个时辰，药效可能会什么会？能省工时就是好工艺，你懂还是我懂？再啰嗦，主管你就别想当了。哎，真的舒服多了，比盛虹那玩意儿强远了。我这老腰疼了10年了，敷上没一会儿就舒服多了。小伙子，你这药是正经好东西啊！大家觉得有用再买，3天没效果，我们可以全额退款。盛虹新药，同款功效，价格对半砍，亏本冲销量，只为口碑，绝对划算。不用去，过2月后再看，药效自己会说话，骗人的东西长久不了。林主管，又有3家药店退货，全是张彪打过招呼的。退就退，之前排队想试用的药店不是一直没名额吗？通知他们，明天来签合同，张彪退几家，我们就进几家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张彪，这药才卖1个半月就变质，顾客天天堵我店门骂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果然连6个时辰都撑不住。我仓库恒温恒湿，肯定是你的药有问题，已经有好几家店都反映变质了，就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滚！再闹我断你所有货，让你这店开不下去。好你个张彪，从今往后咱们断绝合作，你的破专利也保不了你卖假药。老刘呢？把老刘给我叫过来。张总，老刘卷着您给的预付款跑了，手机关机，家里也没人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我们汇通投的钱不是让你打水漂的，你的专利是用假数据申请的，能撑多久？经销商要是跑光了，渠道就没了。安德森先生，您再给我点时间，等专利一下来。不用等了，汇通已经摸透了云岭腾的习性，货源我来搞定。你找人进山，把阴坡最好的药全挖过来。
您放心，云岭山我闭着眼都能找到好药，我现在就派人去。林晨断了我的渠道，我就断他的原料。3天内拿到最好的样本，谁敢拦，汇通的律师团会告到他倾家荡产，包括你，再办砸了也一样。这些收药贩子带这么多钱来，肯定没好事。我得告知林晨一声，让他心里有数。林总监，以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被张彪的专利唬住了。他那药根本不行，顾客都退回来了。合作可以，盛虹所有产品全线下架，签了独家的自己解约。晚川只跟守规矩的人合作。行，我们都答应。张彪那边我们早就想断了，他那变质药害得我们天天被顾客堵门骂。咱们一下拿下这么多渠道，张彪估计得气炸。昨天被药店老板堵门，今天又丢了大半经销商。这只是开始，他靠歪门邪道抢市场，我们就靠真材实料拿回来。反了，全反了！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！张总，解约的已经超过1半了，剩下的也在观望。收药队那边怎么样了？已经到了，正在村口收药，但村民有的愿意卖，有的不肯。明天一早我亲自进山，这帮泥腿子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明天我跟你一起去，让你的收药队把现金全摆出来，先把愿意卖的村民稳住。明天我们到了，再把剩下的拿下。云岭藤高价收，比平时贵5成，现钱结算，挖多少收多少。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，今天挖1天药，抵你们种半年地。有钱不赚白不赚，您让开！就是挖出来就是钱，不挖白瞎了。不能去，阴婆的藤是留种的，挖光了以后就没了。大家先别急着挖，跟着晚川合作种药，保底比野生的还高。张彪收完这批货就走了，他管你们明年吃什么。再加3成，当场卖，当场拿钱，别相信林晨的话。跟着我有现钱，跟着林晨喝西北风。你们种一辈子地能赚几个钱？今天挖1天药，够你们吃1年。你就是林晨，看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举手表决，想赚快钱的站左边，想长远过日子的站右边。晚上带锄头来阴坡偷偷挖，挖一株我给双倍工钱。看见没？这些人都选我，你那套画饼的玩意儿骗鬼去吧，有钱才是真的。今天选了挖药，以后就别想进种植基地。张彪收完货就走，明年他管你们吗？哼，装什么装？等我把阴坡的药挖光，我看你拿什么做药。村民选你有什么用？我要的是阴坡节节藤，不是这些阳坡杂草。您放心，我现在就让他们进山，一定把阴坡的好藤一株不差的给您挖出来。怎么全是阳坡的破药？阴坡的好药一根都没有。那就直接去挖，我们的人已经踩好点了，阴坡保种区的位置摸得很清楚。我亲自带队，等挖光了保种区，看林晨还怎么跟我斗。货源全是咱们的，手脚干净点儿，天亮之前把药运出来，别留把柄。凌晨哥，张彪和安森商量好了，今晚就动手，天亮前要把保种区的藤全运走。挖，全给老子挖干净！林晨藏一株，老子刨一株。等专利和货源都到手，这山上的藤全是老子的。张彪，你堂堂一个公司老板亲自来偷挖，要不要脸？放开我！安德森先生就在山下，这山以后全归汇通。你们敢动我，有你们好果子吃！我不卖了，我要加入种植基地。你们就是骗子！就是挖光了，我们以后靠什么吃饭？你们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！你们这帮白眼狼，老子给你们送钱，你们倒打一耙！林先生，汇通已经包下整座山的开采权，到时候这山上的药材全是汇通的。老人家，别挡路！你这根竹竿拦不住钱。你敢推我爷爷？在我们村口推我们村长，今天你不道歉，
别想走出这个村。一群不懂法律的刁民，你们拦不住汇通，也拦不住钱。今天你们举锄头，明天你们会求着我来收药，推老人骂村民，这就是你们汇通的规矩。你的开采权在这座山面前就是一张废纸。哼，有意思。希望下次见面你还笑得出来。你等着，老子有的是办法整死你！你保得住这座山，保不住宛川！哎呀！这些苗是全村人留着明年种的，昨晚还好好的，今早一看全毁了。断口是新的，锯子印清清楚楚，不是风吹的，是人为锯断的。韩宇，去查昨晚谁出了村，村口小卖部有监控。林主管，我让人查过了，监控坏了，昨晚的录像全没了，肯定是收药贩子干的。张彪昨晚偷挖被抓，他让收药贩子连夜报复，还把监控搞掉了。有没有问小卖部老板，昨晚看到谁出村苗？老板半夜听见动静，从窗户缝里偷拍了一张，就是白天在村口喊价的那个收药贩子。果然是他，不过他锯得断支架，却锯不断这座山。野生的苗后山有的是。林总管，这儿居然有这么多小苗，长得比棚里的还壮。还在山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特意留的保种区，他们毁得了棚里的苗，毁不了这座山。林晨，多亏你留了这一手，要不然明年全村人拿什么种？老伯，不是我留了一手，是这座山留了一手。山比我们聪明，知道要给自己留后路。等这批苗移回去，基地照见。都听见了吧？林晨把后山的保种区守住了，明年全村有苗种。林展管，刚才老村长喊那一声声，全村都听见了。你给村里留了保种区，就等于给我们每家每户留了活路。林展管，我嘴巴笨，不会说话，我就一句话：以后你的育苗基地要多少人，我们出多少人，不要工钱。都听着，以前村里来收药的，哪个不是压价坑我们？只有林晨给村里留了保种区，这样的人，我们云岭村认。从今天起，育苗的事儿全村听你的。你说什么时候移苗，全村人一起上山；你说什么时候建基地，全村人一起动手。各位叔伯，这份信任我林晨收下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种出来的每一株藤苗，都要对得起这座山。对得起这座山。张彪和安德森都没动静了，我总觉得不对。他们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他们在等抢走的货凑够数，想打价格战。我们也在等，等这批苗长起来，我要让他的低价货一瓶都卖不出去。林主管，成了，出药率提了1成多，成本还1分没涨。张彪偷工减料省的那点钱，我们靠工艺全挣回来了。古方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道理。张彪以为省工时就是改良，他连古方的基本原理都没搞懂。盛虹全品类降价了，价格比我们低，我们的订单掉了3成。张彪拿抢来的低价原料压成本，我们撑不了多久。让所有门店把我们和盛虹的膏药并排摆出来，让顾客自己看哪盒好用。好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张彪想靠价格砸死我们，我们就用品质砸回去。你的价格战还没打就输了。凌晨把2盒膏药并排摆在店里，顾客全跑他那边去了。他摆对比台是吧？老子也摆。你拿什么摆？你的货跟他的货放在一起，瞎子都摸得出哪个好。那就别放我的货，让人把试用台的样品换成最好的。顾客以为盛虹的药跟样品一样好，等他们发现不管用的时候，钱早进我们的口袋了。你总算说了句像样的话，去办吧。大家快来看，盛虹试用造假，样品透令，我买回去的发灰发黏，根本不是一个东西。我花了半个月退休金买的药，回去一抹，膝盖不但没好，皮肤还过敏了。你们这些黑心商家，良心被狗吃了！盛虹门店被当场揭穿，样品和售卖品完全不一样，大家千万别上当。这里还样品颜色都不一样，他们连造假都懒得造全套。张彪，
卖假药你还有脸赌？连换个样品都办砸了。我默许你去做，你就给我这个结果。视频现在已经传遍了。安德森先生，我也没想到会被当场抓住，那帮顾客太难缠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不用了，从今天起，云岭项目我直接管，你和你那个假专利都靠边站。凭什么？老子给你们汇通当狗当了这么久，你现在说提就提？林晨就是个山里跑土的穷鬼，他懂什么？老子做了20年药，渠道是我的，市场是我的，凭什么他一来全抢走了？凭他的药能摆在试用台上，你的不行，你已经失去利用价值。林晨，都是你害的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启动 B 计划，仿冒品全线上，真假混卖，成本压到最低，先把市场搞乱再说。林主管，出事了！市面上冒出一批仿冒药，包装跟咱们几乎一模一样，好几个顾客买错了，跑来投诉。我刚才在门店也看到了，这包装印刷的精度，不是小作坊能做的，背后肯定有人统一供货。张彪现在自顾不暇，只剩安德森有动机，让韩宇留意这批仿冒品的流通路线，看是从哪个方向流进来的。林主管，所有假货都是从城郊废弃厂房散出，但批发商咬死不肯透露上游供货商。货只要流通，就一定会留下证据。韩宇，你找人蹲刨在批发点等补货，抓送货人员取证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林主管，有个老经销商说他认识一个给仿冒品送货的司机，司机说漏嘴了，窝点在城郊废弃印染厂。走，让老经销商带我们过去。安德森不是要搞乱市场吗？我们去把他的乱根拔了。你们哪来的？这是私人厂房，赶紧滚出去！一屋子假药还敢这么横？这段视频现在就发药商协会和市监委，非法制州违禁产品，够你们进去蹲好几年。他们根本不是做正经药膏，是打着幌子往里面非法加止疼剂，不走正规药件采购流程，所以才能混着卖。林主管，你看，出货单全盖着汇通的公章，经线人签的就是安迪森，人赃并获，证据确凿。证据收好。他明知道加了违禁成分，还敢大批量往外铺，这笔账留到药商大会上跟他当面算清楚。林晨，不好了，安德森带着品牌承包协议堵到公司了，说有云岭腾独家授权，限我们3天内停售云岭腾相关产品。苏总，云岭山核心产区已经被汇通独家承包，你们要么立刻全线停产，要么每年分4成营收给汇通，选吧。4成，拿着一纸无效合同，背地里大批量生产害人的假药，也好意思坐在这里狮子大开口？商场只看资本与渠道，货源全在我手里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抗衡？云岭藤在云岭山长了上千年，凭什么是你们的？山里的藤是老百姓的，不是谁花钱承包就能抢走的。规则不看出身，只看谁先拿钱砸下来。你们不服可以打官司，宛川撑得住吗？口口声声承包产区保护药材，你的承包合同只是用来掩护制假售假的工具吧？城郊废弃印染厂整条流水线专门仿造宛川药膏，并且违规添加强效止疼剂，长期用必伤身体。出货单有你的签字、公司公章，工厂工人都能作证，你全程知情，还违规大批量铺货。底下员工私自操作，我完全不知情。这些单据说不定是你们伪造栽赃，在场律师全程见证，单据笔记、公章可鉴定。药商协会我半小时前已经通知，此刻正在赶往这家印染厂取证。3天后，我带法务团队上门强制收原料渠道，你们别做无谓挣扎。不用等3天，后天药商大会，你的假药、假合同、假签字，我会当着全行业的面，一件一件算。汇通资本雄厚，处处设卡，我们真的能扛过去吗？
人证物证都在手上，药商大会我们一样一样摊开来说，公道讲的是证据和良心，不是谁钱多谁说了算。林主管，安德森派人挨家挨户放话，谁敢去药商大会作证，以后就别想在云岭山采药。这山是咱们祖祖辈辈的，他一个外人凭什么赶人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他越威胁越说明他怕了，就现纸老药账标本全带上，这些铁证摆出来，他的承包合同就是废纸一张。阿木，把最老的标本取出来，就现制老药账一本都别落。我倒要看看白纸黑字摆在他面前，他还能怎么狡辩？我这就去。光这一片就拍了30多个点位，全是铁证，够他喝一壶的。告诉村民，谁被威胁过，明天一起去药商大会，当面指着安德森鼻子说清楚。他以为山里人好欺负。你们看，多少年前就有药商来收云岭藤了，产地、品级、价钱、白纸黑字，他汇通才来几天。省城药号也来收过，这药在咱们山里长了上百年了，安德森张嘴就说是他的，凭什么？林晨，这是我爷爷留下的药账，明天我跟你去，我要当面问问安妮森，这药怎么就成了他汇通的私产了？野生分布点统计完了，200多处，最老的植株比咱们爷爷辈都大。第一张牌，云岭藤是原生药材，上百年记载，200多处野生分布，铁证如山。安德森拿钱砸，我们拿证据砸回去。张彪申请专利用的错误工艺数据和正品药效对不上。第二张牌，他用假数据骗专利，专利保护创新，不保护造假。明天当众拆穿，让他彻底闭嘴。2张底牌，一场药商大会，明天所有账一次算清，让全行业看看老祖宗的东西，不是谁砸钱就是谁的。云岭藤选属及品质交流会现在开始，请汇通方面先陈述。汇通独家承包云岭山核心产区，拥有专利工艺，宛川使用云岭藤属于侵权，各位跟宛川合作的最好早点解约。听见没？专利在老子手里，你们跟林晨合作就是跟老子作对。他一个山里刨土的穷鬼，拿什么跟我斗？张彪还敢来，他店里造假视频都传遍了，脸皮可真厚。那个安德森也不是好东西，听说还威胁村民不准来作证。各位，宛川拿不出有效证据，只会煽情拖延，承包权和专利率都在汇通手里，这是商业规则，不是讲故事。林晨，你要是有证据，现在就拿出来，拿不出来就趁早认输。你要证据，好，给你证据。第一份，云岭藤野生分布与历史记载，200多处野生分布点，最老植株超过300年，旧县志早有入药记载，这是山里原生的药材，不是汇通培育的。记载和坐标都对得上。张总，你说云岭藤是你们培育的，培育记录呢？育种数据呢？拿出来。那是汇通的事儿，我不管技术，你们问他。旧书不能作为证据，规则只认基因测序。你拿一堆旧纸就想推翻合同，天真。你要基因测序，给你。汇通的测序样本和野生藤基因序列差了12%，用假样本申请的承包权，站得住吗？第二份，张彪申请专利所用的工艺数据涉嫌造假，拿假数据申请专利，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。假专利，怪不得药效那么差，我们全被张彪坑了。还有第3件事，汇通生产销售的仿冒品掺了强效止疼剂，长期用伤身，人证物证全部备齐。成交废弃印染厂，整条流水线仿造宛川药膏，出货单上盖着汇通的章，签着安德森的名字。药味刺鼻，根本不是宛川的药，这是害人的东西。你们汇通好歹是国际企业，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造假售假，全行业封杀。下面的人做的我不知情，出货单签着你的名字，工厂工人亲口承认是汇通雇的，你的签名是假的，工人是假的，还是你的管理是假的？
我们药商联盟一致决议，汇通造假售假，全行业不跟汇通合作。盛虹的假官吏，全行业不认。药行有药行的规矩，靠坑蒙拐骗害人的，永远别想进这个行业。对，不跟汇通合作，抵制假药，把汇通赶出药行。是，我马上走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不认我的专利？我不服！你们肯定是被林晨收买了。林主管，我不会说漂亮话。今天这场面我服了，我3个省的代理全给你，价格按你的来，我不还价。西南5市的药店渠道我包了，宛川的货我全吃。分销网我赚了10年，安德森找了我3回，我都没松口。林主管，这个渠道我给你。跑，往哪儿跑？你拿假专利骗我签独家，害我压了上百万的货全烂在仓库里。今天不把账算清楚，你别想走出这个门儿。还有我的违约金，你当初拍着胸脯说专利稳了，现在专利是假的，货是假的，你还有脸跑？赔钱！放开我！专利被弄又不是我的错，你们去找林晨要钱，都是他害的。找林晨，假专利是你申请的，假药是你卖的，你还有脸推给别人？滚！从今往后别让我们在药行看见你，见一次骂一次。林晨，你赢了。这段时间压在我心口的石头，今天终于搬开了。赢的不是我，赢的是真药效，是这座山，是守规矩的药行人。没有大家把真东西守住，我一个人再能说也没用。小伙子，以后我们这帮老药商都站你这边，药行就得有你这样的年轻人，守得住根，走得了正路。今天起，谁再敢来抢咱们的药，就拿宛川的牌子给他看。这山这药是咱们祖祖辈辈的。林晨哥，咱们以后再也不怕他们了，来一个轰一个。林晨，谢谢你，给云岭腾正了名，给我们村找了条活路。这里的人世世代代都记得你。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一起守下来的。以后咱们好好种药材，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林总管，张彪彻底没影了，盛虹也垮了，这下总算清静了。安德森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肯定会继续搞事儿。我们回去盯紧海外渠道，别给他可乘之机。我花了那么多钱，全是林晨害的。张总，我是来辞职的，您自己保重。滚，都滚！听说那家伙以前是大药厂的研发主管，怎么沦落到扛货了？拿了份假数据骗老板，搞砸了生产线，赔光了钱，还被全药行拉黑了，活该偷东西的下场。都过去了。喂，听说你以前还带过团队，现在跟我们一起扛大包，滋味怎么样？我有眼无珠，跟错了人。张彪拿我的假数据去骗专利，坑了我，也坑了他自己。专利的事解决了，假药也清了，云岭腾的名分也正了，接下来公司的担子也该交出去了。林晨，总经理的位置你来做，宛川以后就交给你了。苏总，我不行，我只会搞研发，运营和管理还是顾总来最合适。我们分工配合，比我一个人强。好，那我们就分工，你守好药的根，我守好市场的根。好，就这么定，我给你们当顾问。林晨，药商协会的老前辈们赶到启动会现场了，他们想在会上正式邀请你加入协会理事会，你赶紧回来。老伯，省城那边有点事儿，我得赶回去。去吧，以前省城的台面轮不到山里人说话，现在你进了理事会，谁再敢动云岭的藤，得先问问全行业的规矩。对，以后是他们来问我们答不答应，不是我们求他们讲道理。做药没有捷径，只靠效果说话，品质说话。宛川每一盒药都保质保量，出了问题，我林晨全权负责。林经理，我们等这一天等了2年，您说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按合同来，货到付款，卖不掉退回来，亏了算我的。但有一条，不准夸大宣传，不准吹神药，实打实讲药效。首日订单量
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，好几个大区经销商抢着签独家代理。谢谢各位同行信任，宛川会一直守着品质，不辜负大家。我们商量过了，今天正式邀请你加入药商协会理事会。药行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掌舵。谢谢各位前辈抬爱，我林晨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味药，对得起每一位顾客。好消息，这是国际药博会的邀请函，宛川拿下了主展处，行业协会推荐我们作为行业代表参展。安德森在国内输了2次，药博会上他一定会来。他来了正好，到时候把他做过的那些丑事儿在展台上全公开。安德森动手了，他通过秦南经销商放话，要么打价格战打到宛川退出市场，要么在药博会上封杀我们。他在国内输了2次，现在想反扑，逼我们市场帮盘，谁也无法阻拦宛川的发展。林理事，安德森放话要封杀宛川的事，我们都听说了。安德森想用秦南经销商逼我退出药博会，可惜打错了算盘。那家可不好谈，当年多少药企都被挡回去了。他挡别人靠渠道和价格，我进他的市场靠药效。这是药博会的推荐函，理事会投票通过，以后云岭腾种植标准由你牵头制定。标准我来定，规矩是给全行业定的。秦南经销商不用协会出面，安德森埋的雷我自己拆。秦南经销商那边又打电话了，语气比上次急。另外，海外有3家经销商主动联系我们，想提前了解产品。明天和秦南经销商见面，海外那3家约在药博会上详谈。安德森想在海外封杀我，让他看看谁先封杀谁。我是秦南经销商代表。你们宛川连国内市场都站不稳，还想进秦南？安德森在国内输了2年，他的话你也信？他输不输我不关心，我只认渠道。秦南市场我做了10几年，外面的药企来多少我打回去多少。渠道再深，架不住药效不行。这是你们的药膏和宛川的药膏，现场试。宛川不行，我立马走人。行，你输了呢？我输了。宛川不进秦南市场，你输了呢？我输了？不可能！我做了10几年，还能输给你们宛川？现在就是。我用的是宛川的药膏，煎粥姜了半年，现在松快多了，热乎乎的，舒服。我用的李总的药膏，刚抹有点热，现在感觉皮肤刺痒，膏体透亮，药香纯正。李总，你这药膏跟宛川摆一起，高下立判。价格战没用，偷工减料走不远。安德森拿你当枪使，你是替他顶雷，还是替自己找出路？林经理，我服了，但提醒你，安德森在药博会上埋了人，他不只想搞宛川，你小心。药博会上让他来。你秦南市场的3个渠道我接了，以后宛川独家代理。林晨哥，秦南市场谈成了吗？村里人都惦记着呢。谈成了，3个渠道全拿下。我来取东西，药博会上外商要看种植历史。早整理好了，从选苗到采收，每一步都有规矩。我爷爷说不能丢，他还给你准备了东西。传了多少代的老藤标本，比县制早，带去药博会，让他们看看，云岭藤是我们祖祖辈辈守下来的。老伯，安德森要质疑种植标准，我就把这个摆在他面前。去吧，让他看看山里人的底气。林晨哥，你在前面打，我们在后面守着山，一株次品都不出。海外数据全整理完了，12家医院验证有效率和国内一致，安全性全达标。好，提前公开，放在官网和海外平台上。提前公开，不怕安德森拿数据做文章？真数据不怕他做文章，他要是抹黑1条，我们就用3条数据回击。药博会没开，先把声势造起来。安德森连夜发3篇文章，说我们数据是选择性公开，要点名药博会现场重检。
我们刚公开数据他就急了，真数据不怕重检，假数据才怕对峙。他越跳，药博会上摔得越惨。安德森文章下面炸了，全是恶评，他关了评论区。关评论区，国际药企关评等于当众认输。安德森被反噬，药博会上他会更疯狂。我们要把证据全摆在展台上，让参观的人自己看。关屏截图保存做成展板，他跳了这么久，该还了。展位下周搭建，听说汇通就在我们正对面，是安德森亲自挑的位置，正好。外商走进来，谁真谁假一眼的事儿。有5家海外经销商看到我们公开的数据，主动联系想签代理。安德森发文章想堵我们，结果给我们招来了客户。他越抹黑，越多人来问我们的产品。药博会上让他看看，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当初你做宛川古院药的时候，有想过有一天会去国际药博会吗？没想过，那时只想守住方子，报答你。现在我想让宛川堂堂正正走出去。展品全装车了，老藤标本单独保险会专人护送，秦南经销商药博会期间同步促销给宛川造势。国内市场稳了，该去会安德森了。他在国内输了2次，药博会上会把底牌全亮出来，正好一次解决。展位搭建完成，汇通就在正对面拉了横幅，说是要揭穿宛川骗局。横幅越大，摔得越响。他检测我们的药，我们就检测他的，公平。他这次自带检测仪器，会不会在设备上动手脚？一切可以动手脚，药效骗不了人。明天让参观的人自己试自己看。他用设备，我们用事实。还有3家经销商临时加了预约，说看到安德森那条横幅才注意到我们，想来看看谁真谁假。他拉横幅想踩我们，结果又给我们多招了3家合作商，这广告打的比我们花钱的还管用。明天就是药博会了，当初在山里遇见你时，你还是个背着药篓的少年，现在你要带着宛川国际舞台上了。从守住一张方子，到守住一座山，再到守住全行业的标准。明天让所有人看看，草本医药到底是什么。这张名片你留着，当年给你是想让你有机会走出大山，现在你走得更远了，带着宛川一起走出去。苏总，等药博会结束，我把海外的合同一起带回来。宛川的临床数据造假，我今天专门带仪器来现场揭穿，你们敢不敢当众检测？测，2台仪器，你的和我的同时测，让所有人看看谁的数据扒光。汇通样品92%，宛川样品31%。各位看到了吧？宛川有效成分才31%，也敢宣称临床数据达标？这台仪器的校准日期是昨天，第3项检测参数被人为调高了。安德森先生，你自己解释一下。这是正常校准，我不清楚。赵安，把备用全新检测仪搬上来，当场拆封，3台仪器同时测。宛川样品92%，汇通样品30%。安德森，你的仪器被调过校准参数，数据和事实完全相反，这是造假。你带仪器拉横幅调参数，结果全验在自己身上。汇东的药有效成分只有30%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林先生，汇通作弊证据确凿，组委会决定取消其本届及未来3届的参展资格。林先生，我们向你发出邀请，希望宛川参与国际草本药品标准化框架的制定。我们接受邀请，以后我们的标准也要写进国际标准里。宛川药业的新药为草本药品标准化提供了优秀范本。汇通公司因检测作弊取消本届及未来3届参展资格。凭什么？汇通是国际企业，你们无权取消我的资格。安德森先生，你的检测员已承认受你指使调校仪器参数，
需要我公开书面证词吗？林经理，幸会，我姓周，在海外做草本生意快20年，大家都叫我老周。秦南市场的李哲是我多年老友。周老板，李总跟我提过您，请坐。汇通发了通知，安德森被暂停职务，他们派了个战略总监叫文森特，正和安德森联手，搞联名声明和学术质疑。联名声明、学术质疑，还没死心。安德森有渠道人脉，文森特会写文章，两人目标一致，把宛川挡在海外市场出门。不过我在当地商会还有些朋友，他们的动向我会帮你盯着。多谢周老板，他们出招我接招。宛川刚被邀请参与国际标准制定，想翻盘，先问问数据答不答应。安德森出手了，他被停职，但人脉还在，游说了行业协会联名声明，要求重新审查宛川的标准化资格。安德森这招比钓鱼起因多了，审查程序一旦启动，进口许可会被搁置，渠道会被慢慢蚕食。他拖时间，我们用速度补。赵安，把所有批次检测报告、临床数据整理好，主动提交给委员会。我们自己申请复审，再邀请几家签了声明书的协会派专家来现场核查。他关一扇窗，我们就把门全打开。林先生，你是第一个被质疑后主动申请复产的，这些材料我看完了，数据非常详实。复审需要多长时间？如果你们同意现场核查的话，我申请加急，2周内出结果。联名声明的发起人将被永久取消参与资格。同意。欢迎任何专家来宛川海外研发中心现场核查，所有数据、所有记录、所有标本全部公开。林先生，核查结束，恭喜您，复审通过。安德森作为联名声明发起人，将被永久取消参与资格。谢谢专家。那几家签署声明的协会，我们发了3次邀请，全部拒绝参与核查，他们的声明书将不被采信，记录为恶意举报。安德森搞了1个多月，结果那几家协会连核查组都不敢来，他自己还被永久取消资格，这脸打得比药佛会还狠。复审通过，进口许可恢复正常，海外经销商暂停的订单可以恢复发货了。汇通总部发公告了，安德森被正式解雇，这人在海外的路彻底断了，他手里的渠道资源被文森特全盘接手。文森中有了渠道就有了枪，他正联合海外最大的3家经销商，要在渠道大会上集体要求宛川降低标准，逼我降标准。正好，渠道大会上，我把正品和降了标准的药膏放一起当场检测，让所有经销商看看降标准的效果。林经理，阿木来电话，说新一批藤苗出问题了，叶片长黑斑、结节萎缩，有效成分下降，他正在排查原因。周老板，海外这边您帮我盯着文森特的动向，国内种植基地出了状况，我得回去一趟。你放心去，商会这边有我在，文森特的动向我随时通知你。林晨哥，这批新苗不对劲，叶片长黑斑，结节小了1圈，有效成分降了不少。我按老规矩种的，没偷懒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病菌，黑斑病。我在爷爷笔记里见到过记载，这批苗不能用了，全部清理掉。这病坏我年轻时见过，满山的藤苗几天就黑了，村里人急得哭，后来靠后山一株野生藤才扛过去。那株野生藤还在吗？早就找不到了。那就重新找。后山所有野生藤一株一株排查，同时实验室启动抗病培育，2条路同时走，哪条先通走哪条。海外经销商听说种苗出问题，全在问情况。文森特趁机放话，说宛川的供应链要断了，让经销商趁早换供应商。黑斑病需要多长时间能解决？没有先例参考，至多1年。1年内必须找到抗病种苗，否则海外供应链真的会断。但渠道大会召开，我要让所有经销商看看，宛川在供应链危机面前，宁可自己扛也不降标准。林主管，渠道大会和黑斑病同时来的话，两边压力都很大。压力大也得扛。通知阿木，
后山排查加速，通知老周，渠道大会时间不变，我会在会上给所有经销商一个交代。林先生，我们听说宛川的种植基地出了病害，种苗供应要断，这种情况下还坚持原来的标准，成本太高了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怎么跟竞争对手打？文森特先生给了我们成本更低的方案，我们希望今天宛川也给个解决方案。在回答之前，我先做个演示。这2盒药膏，一盒是按标准做的，一盒是按降本方案做的。这就是文森特先生给的方案，成本降3成，药效降7成。你们想卖这种东西给消费者？至于黑斑病，宛川正在培育抗病种苗，供应链不会断。但就算断了，宛川宁可断供，也绝不降标。这，文森特先生没告诉我们药效会差这么大。数据可以造假，这台仪器是你们的人搬上来的。仪器是委员会指定的品牌，校准记录实时显示，欢迎核查。汇通已经吃过仪器的亏了，还想再来一次。林先生，我继续和你们签合同，宛川的标准我们认。我也继续签合同，亲眼看过降标准的后果，谁还敢卖次品？我等不了1年。门开着，但走之前记住，今天你们亲眼看到的28%，就是文森特先生给你们的未来。留下的，宛川当兄弟；走的，等消费者把28%的药膏扔到他脸上的时候，门还开着，但条件就不是今天这个条件了。你给我的低价药膏，第1个月还行，第2个月退货率超过4成，药店直接通知我停售。退货率4成，不可能！我不干了，你们汇通的产品我全部下架，违约金律师跟你谈，告辞。总部决定，由于海外市场连续亏损，关闭海外草本业务部。你的解骗协议在这里。我为汇通做了10年，你把海外市场面额做成了0，汇通不需要你了。汇通海外业务部正式关闭，文森特被解雇了，报应。但有个事不对劲，文森特前脚被解雇，后脚就有人把汇通的低价配方和渠道名单打包买走了。谁？陆征，国内做快消品出身的，最擅长把成本3块钱的东西包装成300块卖。我刚收到消息，陆征的人已经在接触那批退货率4成的经销商，不是谈合作，是直接收购他的库存。收购退货，那些次品。陆征不要品牌，他要的是渠道。那些经销商手里有药店关系，有消费者名单，他把次品换个包装，就能继续卖。文森特输了，但他留下的烂摊子全被陆征接过去了，而且陆征会比文森特更危险。那个退货率4成的经销商给我打电话来了，他说陆征的人刚找过他，但他想回来跟宛泉合作。告诉他，回来可以，但他得公开向买了次品的消费者道歉，并且做到1年内0投诉，才能恢复代理资格。做不到，就永久除名。背叛过的人想回来，得自己把信誉挣回来。帮我订最快一班回云岭的机票。抗病种苗培育到关键阶段，现在先专心育苗。林成哥，你看这株，叶片是绿的，节节饱满，周围其他藤都黑了，就它还绿着，就是它。周围几10株都感染了，它一点病斑都没有。取标本带回实验室做基因测序，接下来用这株抗病藤和硼苗杂交。林成哥，你放心，杂交培育的事交给我，1代不行2代，2代不行3代。陆征有新动作，他签了海外网红做推广，把汇通低价药膏包装成新国潮草本，在海外年轻人里卖得比我们好。他还在包装上印了和宛川同款配方，他那也算同款配方，他的药膏有效成分还不到3成。他不怕消费者退货吗？价格低，年轻人看包装好看就下单，等发现没效果已经过了退货期。而且他还注册了空壳认证机构，叫国际草本品质协会，消费者分不清真假认证，很多人以为他真的有国际标准。把认证当营销工具，迟早反噬。陆征把那套新国潮包装也引进了国内，几个电商平台上销量已经超过我们。经销商说我们的摆在旁边没人看，不用急着反击他的包装。他最大的软肋是药效，让经销商组织品质体验活动，
把宛川和陆征的产品并排摆出来。它抄我们的认证，抄我们的溯源，抄我们的包装，但抄不了药效。品质体验活动让消费者自己当裁判。这个包装好好看，也是国际认证的，价格便宜一半，买这个吧。你那个抹上去没感觉，宛川的药膏热乎乎的，一会儿就吸收了。包装好看有什么用？真的差这么多？那我也试试。确实不一样，差点被包装骗了。我们买这个吧。品质体验活动，林晨这是跟我打阵地战。他把产摆出来让消费者自己试，这招太狠了。退货率上来了吗？退货率高了8个点。很多人试了宛川之后把我们的退了。更麻烦的是，有人扒出我们认证机构是空壳。怎么被人扒出来了？海外那个老周提供的线索，宛川的韩语查的。那就换个打法，全线5折，我用成本价砸市场，看他跟不跟。陆征全线5折，行业协会已经通报了他的空壳认证，他打价格战是为了清库存。5折，他本来就靠低价抢市场，再5折，利润从哪儿来？林经理，我有新线索。林经理，陆征的资金链很奇怪，亏本卖，但账上一直有钱。我查到有几笔资金从海外公司流入，他背后应该有人。他没有种植基地，原料全靠采购。5折清库存后，下一批货成本他扛不住，不用跟，他降他的，我们稳我们的。品质体验活动继续做，包装和价格能骗一时，效果骗不了人。谁是阿木？我就是。你是陆征。你之前派了3拨人来，我们回了3遍。今天你自己来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去。我给你们1个月20万，你们种药才1年才赚几个钱？陆总，你有种植基地吗？只要你们来，我可以建。没有基地，你拿什么种？你卖的药膏有效成分不到30%，我们去给你站台，等于帮你骗人。你的国际认证是空壳协会注册的，我们云岭村的人不给骗子站台。你的金主是布莱克资本，专做空壳品牌，你只是他们推到前台的棋子。谁让你看的？还给我！你给的钱能买地皮，能买设备，但买不到人心。年轻人，你走吧。云岭村的人祖祖辈辈种药材，知道什么东西能治病，什么东西会害人。我们不替你骗人。好，一群不识抬举的，我倒要看看林晨能给你们什么。陆征公司全线崩溃，产品被下架，行业协会发了全行业通报，布莱克资本也被反垄断调查盯上了，他最后一张底牌还没打出去就被人抽走了。布莱克推他出来当炮灰，现在出事了，自己先跑了。陆哲这颗棋子已经废了。国际委员会正式通知，宛川古方膏获得全球草本行业最高品质认证，药企第一次拿到这个认证。但是海外2家保守派协会发了联合声明，要求在宛川产品上贴非本地认证标签，他们质疑我们的标准不适用。刚拿到最高认证就被人贴标签，这不是巧合，他们是冲着我们的标准体系来的。听证会结果已经传遍了，海外保守派协会提出的质疑不成立，和他们一起起哄的协会主动发邮件过来道歉。道个歉就完了？他们当初跟着发声明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？还有之前那几家提苛刻条件卡我们脖子的经销商，听说宛川要牵头制定全球种植标准，今天早上排着队打来电话。从卡我们脖子到求着我们加入，这态度转了180度的大弯。不是他们突然变客气了，是我们用数据和标准把这条路铺平了，他们不走这条路就没路可走。海外基地已经全部引进了第4代种苗，试种数据全部达标，全球种植标准的框架初考也整理好了。这套标准不是给宛川一家公司用的，把种植手册翻译成5种语言，免费开放给所有海外种植部。明白。对了，林经理，国际委员会发来一份邀请函，希望你在下个月的全球草本峰会上做主题演讲。接受。以前是我们到处去求别人给我们一个标准，现在是别人邀请我们去讲标准。
这条路走成功了。我们把种苗种进了5个气候区，所有数据全部公开。我们建了6个海外基地，全球327家种植户，按照宛川的统一标准种植，达标率96%。林先生，你们把标准全部公开，就不怕别人复制你们的模式吗？怕被别人复制的标准不叫标准，那叫壁垒。宛川的种植手册已经开放下载了8万次，谁想学，我们都教。那你们下一步有什么计划？宛川将联合在座的各位，共同建立全球草本种植标准联盟，标准一起建，数据一起共享。标准联盟成立之后，宛川成为了全球草本行业的规则制定者，你此刻是什么感受？规则不是宛川一家的，是这个联盟里所有人一起建的，我们只是比别人先走了一步。刚才阿木发来消息，云岭村今年新注册的种植户比去年翻了2倍。根扎的有多深，树才能长多高。新梯田全部种的第4代种子，检测1读数就没下过96%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年底了。以前外面的人总说药材没有标准，上不了台面，现在这个标准是你带着大家定出来的，谁敢再说一个不字？标准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是这片土地说了算的，是这一山的云岭藤说了算的。宛川从一个小药企走到今天，花了整整几10年。布莱克资本已经宣布退出国内市场，陆哲的名字进了行业黑名单。海外经销商现在排队等着和我们签合同，仓库发货计划已经排到了下个季度。全球种植标准联盟第1次正式会议定在下个月召开，议程已经发过来了。路才走了一半，宛川该开始下一段路程了。林晨先生用6年时间推动宛川完成了从经验传承到国际标准化的跨越，他得到这份荣誉实至名归。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，是给云岭山的村民，给行业协会的老前辈，给所有坚持用道地药材做真东西的人。6年前，有人说咱们的传统草本方药走不出国门，今天，草本医药的国际标准我们自己定。第1次在山里遇见你的时候，你背着1篓药，鞋都磨破了。那张名片我没给错人。这张名片我一直留着，从守住一张老方子，到守住一座山，再到守住了全行业的标准，这张名片一直陪着我。6年前你跟我说，传统草本方药不是没有标准，是属于我们的标准还没被写出来。现在这套标准终于落地了。从云岭山出发的路才走了第1段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套标准用到更多的药材上，让更多的老方子走向世界。以后还有10年、20年，还有更长的路要一起走。只要这座山还在，这条路就一直走下去。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，我们这代人守得住，也传得开。